它牛肉看起來很粉嫩粉嫩，可是吃起来不會軟爛，反而有一點點扎實的口感，還蠻好吃的。但那種扎實口感不會說乾柴，還是非常的保有肉汁。入口即化的比目魚鰭邊，再酸上香點的日式醬，口感香氣是更加的提味。吃了這麼多個握壽司，你最喜歡的還是天使紅蝦。入口有那酸甜的滋味，以及檸檬的香氣，真是秒愛上。隨後會再感受到蝦子的 Q 彈鮮甜，再補上一點炙烤的香氣。嗨，朋友們，歡迎來到 The Means， 我是你們的好朋友歐文。今天我們來高雄一家很多老饕都知道的一家店，甚至有人吃一次就回不去的地方。這裡主打的是百道料理，包括生魚片、海鮮、爐烤牛肉、港點、現炒料理以及甜點，全部通通都有。甚至有人說這邊是高雄 buffet 的狠角色。今天我們就來直擊看看，到底是 buffet 的王者，還是只是吃出飽而已呢？今天的假日晚餐費用是1080加上18服務費，用餐時間為3.5個小時。沒有，在正面開始之前，請在幫按讚、訂閱、加分享，並開啟小鈴鐺。那我們就開吃吧 ，Let's go！ 嗨，朋友們，今天好嗎？在南都記得微笑哦。我們今天來聊到帕里巴黎晚餐時段，我們來看一下跟平常的下午茶有什麼不一樣呢？海鮮冷盤區看起來呢，跟一般的下午茶好像一樣。螃蟹不知道有沒有，感覺是沒什麼太大的差別。那握壽司的部分好像是多了蒲燒鮑魚跟炙燒鮭魚，多了這兩個。那其他的應該是一樣的。之後還有這個鮮點的握壽司哦，有新鰻、甜蝦跟比目魚鰭邊。那這個生魚片的部分應該是一樣的，沒什麼太大的差別。那我們再往下一區吧。那它的現做料理這邊熟食區，牛肉河粉、炒飯，跟這個娃娃菜，還有排骨，香甜的口味，金銀蛋苦瓜，蝦子，然後這個蠻好吃的哦，有點像鹹肉包的鹹蛋肉包的滋味。這個是鹹蛋蒸肉餅，旁邊還有酸甜魚片，這個是歐文最愛的。那這個白灼牛肉呢是還好啦，感覺就像火鍋肉片。那晚餐的時段有多這個鴨肉片皮鴨肉卷，吃起來蠻不錯的哦，甜面醬的香氣也蠻濃厚的，我蠻喜歡。還有玫瑰油雞片皮鴨，晚上好像是多了這個。那這個蒸籠的部分好像就差不多了，沒什麼太大的變化。說這邊冷盤小菜也應該是差不多，還有苦平蒸之類的，還有這個濃湯，還有現沖牛肉，應該都是一樣的。那在披薩這邊也是一樣，長期的就是3個口味，起司雙重奏、夏威夷跟歐文最愛的巧克力，還有這個焗烤飯，應該都是一樣的。還有冷肉盤，應該都是一樣，都是有的，跟下午茶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。那之後我們再往下樓下吧，斜的楼梯走下去，旁邊都是他們的飲料區哦，有氣泡水、啤酒跟可樂。這邊有蕎麥麵，喜歡吃蕎麥麵，你可以試試看。還有涼拌海鮮，這個好像跟下午茶也是一樣的，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。之後還有這個豬小排、意式牛肉、青口貝、魷魚、節瓜，這個應該都是一樣的。那晚餐好像就是多了泰國蝦跟生煎鮭魚。現在看到有鮑魚，我那時候拿的時候好像沒有鮑魚。那這邊應該就是多了，應該好像也差不多牛肉肋排、卷腸，那炸物呢也都是一樣的。之後這邊烤物好像也都一樣，有這個蒜香烤生蠔，這邊也都是跟下午茶是一樣的，沒什麼變化。旁邊有酥餅濃湯，之後就是一排的冷飲料區啦。所以呢，重點就是下午茶的部分，就是晚餐跟下午茶的區別，應該就是多了現煎的泰國蝦跟生煎鮭魚。那應該其他的就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咯。那我們今天就介紹到這邊。朋友，我剛剛已經去他們的自助吧台拿了超多料理了，總共拿了7大盤。那我們先來吃爐烤牛肉吧，這肉看起來粉嫩粉嫩的，還不錯哦。
它牛肉看起來很粉嫩，可是吃起來不會軟爛，反而有一點點扎實的口感，還蠻好吃的。但那種扎實口感不會說乾柴，還是非常的保有肉汁。好吃。牛肉的表層烤得非常的焦香，甚至帶點筋道的嚼勁。裡面粉色軟嫩的牛肉飽含了多汁以及牛肉特殊的香味，蒸起來是相當的討喜。來沾個黃芥末醬。旁邊的德式卷腸當然要試上一口啦，看起來蠻清淡的，我們吃一口看看。表皮的腸衣是脆的，裡面的肉是蠻軟嫩的，帶點胡椒的香氣。可是吃起來覺得台灣的香腸比較好吃。旁邊還有一整塊的美式 BBQ。這豬肉排吃起來還蠻好吃的，香濃的美式 BBQ 醬，非常的軟嫩，帶點豬肉的特殊香氣。表皮再撒上蛋堡的辣粉，帶點辛辣的口感。接下來我們海鮮進攻吧。非常不好意思，歐文知道生的跟熟的不能放在一起，但是因为它的盤子實在太大了，分開放的話呢，會顯得感覺沒那麼豐富感。旁邊的生魚片看起來是相當的可口啊。先嘗口鮪魚。入口是那綿密的口感，再帶着鮪魚的特殊甜味，一入口真是秒愛上。旁邊粉色的旗魚當然不可以錯過啦。相對於鮪魚，綿密的旗魚再帶一點些微的 Q 彈口感。當然，旁邊油潤的鮭魚也一定要嘗上吧。吃來吃去還是最喜歡鮭魚了。入口那油潤的香氣，伴隨着軟嫩的鮭魚肉，還帶點 Q 彈的嚼勁，隨後油香氣擴散整個口腔，真是太舒爽。朋友，你們知道生魚片的由來嗎？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東亞沿海的民族對於新鮮的魚肉食用方式。但現在大家最熟悉的是日式生魚片的文化。那生魚片的起源跟背景，早期人類在捕魚後，為了保存魚肉的鮮味，會直接生吃。那時候還沒有冷藏技術，所以只有靠沿海的地方才有機會吃到比較新鮮的生魚片。那為什麼會在日本發出完整的生魚片文化呢？有幾個重要的原因。一、漁業的發達，重視新鮮度；二、刀工的文化；三、醬油魚山葵的普及。山葵被發現有抑菌的作用，還有冷藏的進步。旁邊還有握壽司，當然不可以錯過啦。我最喜歡的炙燒鮭魚，軟綿的鮭魚一口就秒愛上，隨後感受到炙烤的香氣，整個層層堆疊是蠻豐富的。旁邊還有蒲燒魚。就是那細緻的魚肉，伴隨着香甜的滋味。旁邊還有魷魚腳哦。Q 彈帶點脆口。歐文手上的鮑魚，當然不可以錯過它了吧。鮑魚彈牙的口感是更為顯著的。旁邊還有現做的握壽司哦，比目魚鰭邊看起來非常的油嫩。入口即化的比目魚鰭邊，再酸上香甜的日式醬，等口感香氣是更加的提味啊。旁邊歐文最愛的辛鰻。入口那香甜的辛鰻是秒愛上，那口感不是純粹與軟嫩，還帶點 Q 勁，真的是完美。歐文手上的炙燒天使紅蝦，當然一定要吃上一口啦。吃了這麼多個握壽司，歐文最喜歡的還是天使紅蝦。入口有那酸甜的滋味以及檸檬的香氣，真是秒愛上。隨後會再感受到蝦子的 Q 彈鮮甜，再補上一點炙烤的香氣。接下來我們來吃天婦羅系列，歐文手上的天婦羅炸蝦看起來 size 蠻大的。外衣的酥脆是相當的可口，但是比較可惜的是它的蝦子比較細小了一些，炸衣跟蝦肉的比例大概是2:1，但酥脆的外衣是蠻討喜的。旁邊的二節翅當然也不可以錯過啦。酥脆的二節翅吃起來蠻香甜，這感覺是有醃製過的。歐文手上的酥炸魚塊看起來是蠻香口的。細緻的魚肉加上外皮炸的酥香，整個是蠻可口的，感覺吃起來有點像是土豆魚，細長的脆酥。旁邊的日式炸豬排看起來蠻厚實的哦。哇，厚實的豬排吃起來是相當的軟嫩，再加上外衣的酥香以及豬肉的多汁，一點都不會乾柴。歐文喜歡的陳醋排骨當然不可以錯過啦。炸的酥香，再裹上香甜的蜜汁，一口秒愛上。旁邊的白灼牛肉看起來蠻肥嫩的，就是那純粹的牛肉火鍋片。旁邊開胃的酸甜魚片，歐文是迫不及待。
入口是那香甜的滋味，帶點酥以及有點嫩的魚皮，咀嚼過程中會感受到細緻的魚肉，感覺還蠻油香的。旁邊的鹹蛋蒸肉餅看起來還蠻特別的。朋友，你們有吃過鹹蛋肉包嗎？感覺就是在吃鹹蛋肉包的內餡。旁邊還有鹹蛋苦瓜哦。旁邊的娃娃菜濃湯淨時蔬。脆口的娃娃菜，帶點鹹香的濃湯質地，但吃起來好像也沒什麼特別的。吃到目前，歐文覺得晚餐好像跟下午茶好像沒什麼太大的差別，感覺吃下午茶比較划算哦。歐文手上的煙花女烤魷魚看起來已經是非常的 Q 彈。好吃的魷魚。Q 彈的魷魚帶點香辣的質地，隨後附隨淡淡番茄香氣，帶點酸甜的滋味，配點氣泡水，一定是非常好吃的。旁邊的意式牛肉看起來蠻大塊的哦，感覺有點像紅酒燉牛臉頰之類的。牛肉不止瘦肉部分軟爛，連筋的部分都入口即化的質地，但是一口秒愛上它。旁邊的豬小排，當然要試上一口吧。旁邊的玫瑰油雞看起來蠻大塊的。哇，相當鮮嫩的雞肉以及淡淡的油潤香氣，隨後再配上一點油蔥的香，真的是相當的滿足。旁邊還有烤節瓜，脆口的節瓜還有保有相當豐富的水潤度。歐文手上的剝皮辣椒、鴨鬆生菜看起來還蠻有滋味的，看起來是蠻可口，可是吃起來好像還好。旁邊還有片鴨卷，嘗上一口。軟嫩的鴨肉，再帶點扎實的口感以及香氣，隨後再補上一點甜麵醬的甜香滋味，以及外皮筋道的口感。等一下，歐文還要再多吃幾個。歐文手上的蒜香烤生蠔，我們來嘗上一口吧。濃濃的蒜香味，再伴隨着生蠔特殊的鮮甜味。手上的生煎鮭魚看起來相當的焦香呢。細緻的魚肉，再經過煎台，煎的焦香及酥脆的口感更加的豐富。醬烤雞肉，我們來吃看看那香甜的醬烤味吧。吃起來就是一般般，不會說有特殊的感覺。旁邊的鹹豬肉，我們來嘗上一口。歐文手上的海鮮冷盤，我們先來吃小章魚。單點五味醬是更有口感的。接下來旁邊的青口貝，我們來嘗上一口，看起來蠻小的，不會說很大。肉質是新鮮的，不會說粉粉的口感，還可以啦，給過。旁邊還有海瓜子，肉質還蠻緊實的，甚至帶點 Q 彈口感。但是它的海瓜子有沙子，要小心一點哦。之後我們來幫白蝦去殼吧。朋友，我們花了99811天，終於把鮮蝦剝好了。就是那鮮甜的蝦味，再帶點脆口的質地，相當的水嫩，但是秒愛上它。剛剛很大只的泰國蝦，剝完殼瞬間縮小，剩下1/3，但是個頭看起來是蠻粗的哦。入口蝦肉的扎實度以及鮮甜，都更略勝白蝦一籌。等一下歐文拍完，還再去多吃幾隻。代表我們這輪還有披薩以及甜點，先來吃美味的披薩吧。它的現場披薩有3種口味：起司雙重、夏威夷跟巧克力。那我們先來吃起司雙重。超濃厚的奶香味，帶點薄脆的餅皮口感，真的是不可受控。旁邊的夏威夷也要嘗上一口吧。經典的披薩就是最對味，淡淡的起司香氣，再伴隨着番茄的甜香、酸澀的質地，以及香甜多汁的鳳梨香氣，整個是太滿足。旁邊的巧克力正是歐文最愛的口味啊！一樣是有着濃濃的起司香氣，帶點鹹味，伴隨着巧克力的香甜，一甜一鹹，整個搭配是相當的平衡。接下來我們來吃甜點吧，我們先來吃鹽漬花生乳卷。濃濃的鮮奶油香氣，帶點綿密的質地，真的是太討喜。旁邊的香蕉巧克力蛋糕，我們來試上一口。真的有香甜的香蕉味。旁邊的栗子戀歌，我們來嘗上一口吧。
淡淡的栗子香氣，不會太過於甜口，整個還蠻舒暢的哦。旁邊的椰香奶酥卷也不可以錯過吧。是真的有椰香味，也有甜味，但是吃起來好甘口。生巧克力真是歐文最愛的。旁邊2種口味：馬德蓮、抹茶、巧克力。手上的蜂巢蛋糕，有密集恐懼症的人要小心哦。甜香的蜂蜜香氣帶點 Q 彈的質地，真的是蠻有味道的。旁邊的檸檬老奶奶也正好是歐文最喜愛的之一。甜香帶點檸檬的香氣，以及沙沙糖霜的質地，整個是相當有層次的。只有旁邊的洋梨塔看起來蠻討喜的哦。歐文手上檸檬塔看起來還蠻漂亮的哦。香甜的檸檬酸氣，有着濃厚的酸香口感，真的是相當的討喜。歐文最愛的馬卡龍當然也不可以錯過啦。哇，歐文就愛這種緊緻的馬卡龍，旁邊的梅香乳酪，你要試上一口。濃濃的乳酪香氣，帶點鹹鹹的梅子口感，有夠不適應的。旁邊灰黑的芝麻泡芙，也來上一口試看看。哇，好濃的芝麻香氣，水果塔也來上一口。還有像聖誕樹的抹茶慕斯哦。最後一個開心果草莓泡芙。再來是歐文相當喜愛的提拉米蘇。非常綿密的鮮奶油，帶着濃厚的奶香氣，上面再撒上一層苦澀的可可粉，整個苦甜之間是蠻平衡的。最後一個焦糖烤布雷，最喜歡這個上面焦脆的糖霜啊。非常綿密的口感，帶着淡淡的雞蛋香氣，以及上面非常焦脆的糖霜層，真是會讓人回味無窮。嗨，朋友們，歐文吃飽了。今天這一餐呢，真的是相當的豐富，有日式、中式以及西式，真的是琳琅滿目。可是歐文覺得好像跟一般的下午茶之前沒什麼太大的變化，或許有一些變化，歐文不知道。吃 CP 值的人來下午茶就可以了。那我們今天影片到這邊，如果喜歡影片，請記得按讚、訂閱、加分享，並開啟小鈴鐺，才不會錯過我最新的影片哦。也歡迎你跟我說哪一家料理更加豐富呢？我是董秘手歐文，吃歐文有道，我們下次繼續大吃特吃，用味探索世界，用嘴巴記錄美食。你的支持是我吃下去的動力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